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是君娜老師。最近呢，來上熱蠟除毛課程的同學越來越多了，大家就會覺得很奇怪，這個冬天不是熱蠟除毛的淡季嗎？夏天才是旺季，那應該是夏天比較多人來學習啊，為什麼冬天會有人跑來學熱蠟除毛呢？其實我個人覺得，你這個時候來學習熱蠟除毛，好好的鍛鍊你的技術，然後到夏天的時候你就可以做生意，這個時間不是剛剛好嗎？那如果你是夏天才開始學的話，等到你學好，是不是做沒2、3個客人就準備要冬天了？哇，糟糕，沒賺到錢。所以現在來學正是時候。好，那如果你現在已經決定要來上課了，大部分的同學會問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：老師，我們熱蠟除毛需要考證照嗎？確實有蠻多同學有這樣子的疑慮。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分成法規、國家是不是需要我們有這張證照，還有你的專業是不是需要這張證照。那關於美甲、美睫、紋繡、熱蠟除毛，國家級並沒有要求一定要考取證照才可以執業。這個部分哈，如果你要創業，是你要有營業登記。營業登記呢是比較偏向要繳稅的部分。如果以專業的部分來看，台灣呢有非常多的民間單位協會，可以透過這個標準的考試流程檢核我們的技能，透過這個檢定來讓我們得到專業的自信。好，講了這麼多呢，你就還是會問我說，那所以到底是要不要有一個證照？熱蠟除毛這個項目呢，其實多半呢都是例如說有很多像美容師或者是美睫師，他們來學習這個技能，然後獲得第2項的技能。所以有蠻多美業的從業人員，其實他們來學習這個的時候，他們是沒有特別想要考取證照，因為這個是他的第2技能。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新手小白，才剛踏入美業的話，當然你就會希望說，上完課之後可以透過一個第3方公認單位的協會，幫你做一個技能的審核，來代表我所做的每一個操作流程都是符合安全衛生的標準。所以需求上面就会有分成2種種類，就是要麼你是美業從業人員，要麼就是新手小白。那至於要不要考取證照呢？我覺得這個可以大家自由判斷。好，那既然是非必要的話，同學第2個問題就會問我說，老師，那我可不可以自學就好了呢？我可不可以看着 YouTube 上面的影片，然後自己學習 DIY 就好了呢？很多人會問這個問題哦。如果你只是要做自己，那你上網去 Google 這些影片來學習做自己的話，那就沒問題。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客人的話，我建議你還是要學習專業的課程。那以下我就要分析給你聽。因為如果我們是自己做的話，感覺就是差不多就好了，沒有關係的。基本上只要承擔自己身上的風險，例如說有時候我蠟如果用的比較燙，你的皮膚可能會稍微的燙傷，這樣因為我們是做自己，所以比較沒有關係嘛。但是如果我們今天做客人呢，這個差不多是不 OK 的。那你的差不多呢會引起哪些問題呢？可能會燙傷客人，然後在撕的時候呢，皮膚可能會有損傷，那導致客人會有客訴求償，你的專業形象呢又可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強烈推薦，如果你是要執業，一定要接受專業的訓練。其實不管你是找專業的老師學習，又或者是自己在家裡自學，其實都會面臨到一個問題，就是你看似老師的動作好像很簡單，你去模仿他的動作，你覺得是一模一樣，但是其實有可能是不一樣。我這邊很難跟你舉例，因為我們在臨床上面有帶過蠻多的同學，當我把動作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做完，那同學一定都会做1做2忘了3、4、5這樣，或者是1、2忘了，然後只有2、3、4、5的動作。這邊呢，我舉一個比較貼切的例子，就是像我現在都有在健身，我去做那個深蹲，我都覺得老師的動作我模仿得非常好。可是那個老師永遠都會跟我講說，你這裡啊、那裡啊、這裡啊都不對，你的背怎樣？對，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身體，我們自己在模仿動作的時候，我們以為是對的，但是其實在旁邊的老師看來，確實這樣是不正確的。這個其實就是身體的記憶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成為專業的熱蠟除毛師，我們必須要有老師幫我們去教導我們動作，甚至要去糾正我們的動作，讓我們的身體慢慢有一個肌肉的一個記憶。所以如果沒有透過老師給我們正確的姿勢指導的話，你可能會做了非常多人之後，你會發現怎麼好像就有點不太順。當然啦，我相信你做了100人之後，最後你還是會回到那個動作，但是你就变成是繞了很大一個彎的一個就是一個過程，自己摸索的過程。那何不一開始就讓老師指導，讓你做對呢？所以啊，選擇一個好的熱蠟除毛老師，我們可以學習他的操作流程跟他的經驗以外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可以學習到精準的溫度控制，針對不同的客人、不同的皮膚，給予不同的蠟去做操作，然後也會有一些高效的手法，例如說比較不會疼痛的做法，不同的部位會有不同的對應做法。那這樣子就可以讓客人更舒適，可以避免掉一些客人可能会有一些受傷的小客訴等等之類的。好，那你如果找了一個好老師學習，那同學下一個問題就是會問說，那我是學習完之後我要學多久我才可以去做客人呢？這邊我給你一個非常簡單的數據，就是如果你學習完回去之後啊，每一個部位你都操作20個人以上，例如說手臂啊，你做20個人，
腋下你做20個人，私密處你做20個人，基本上我覺得你差不多就已經是可以做客人，而且有一點像高手嘍。那你又會問我說，老師20個人要做多久？好，我跟你講啊，20個人要做多久呢？你如果每天找一個 model 就好，然後這個 model 你就幫他除手毛、除腳毛，然後除私密處、腋下，通通做一遍呢，你只需要20天。那我給你8天休息好嗎？那你就是1個月，你還有休息的時間，你就可以成為高手。剛剛上面講的問題都是大部分同學會提的問題。這邊呢，我額外要補充一點，就是我個人覺得，我們美業的這麼多項目裡面，熱蠟除毛其實對體能的要求是比較高一點點的，相對其他的項目來講。那我這邊要提醒各位同學，就是當我們在做客人的時候，像手腳、腋下這些部位都是屬於比較輕巧的部位，我們不會需要用掉太多的體力。如果你是要幫男生或者是女生做私密處的除毛，基本上我們都是需要一點體力的。那我們在做的過程，可能需要靠我們的手掌要有力，去幫我們去做一些分隔，或者是肉的一些切剝。好啦，講到這裡，不是要你很壯碩啦，就是其實只是要你有吃飽、有力氣，這樣我們在做客人才會增加你的專業度。因為你在做的每一個動作呢，都是強而有力的，而且是非常精準的，尤其是在撕毛的那一瞬間是需要有力道的。以上呢，就是蠻多想要學習熱蠟除毛的同學會想要問的一些問題。那現在是冬天，是學習的好時間。大家如果對熱蠟除毛有興趣，想要來上課的話呢，可以趕快來報名上課哦。Gina TV，我們下回見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，請幫我按讚、分享、留言、訂閱，並且要打開小鈴鐺，你就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的最新消息。我是 Gina，我們下回見，拜拜。